粤海杀器亮相，全向围岛进逼。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演习，福建海警协同开展执法演练。解放军利剑出鞘，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怎样警告？1945年来首次，英国首相宣布提前大选。Now is the moment for Britain to choose its future. 支持率大幅落后，经济复苏缓慢，苏纳克豪赌大选，究竟胜算几何？今晚正在播出。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各位好，我是何洁，我是尹凡，欢迎收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5月23号下午在山东省济南市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党的20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确立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突出改革重点，把牢价值取向，讲求方式方法，为完成中心任务、实现战略目标增添动力。座谈会上，9位企业和专家代表先后发言。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表示，党中央作出重大决策，制定重要文件，都深入调研，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这是我们党的一贯做法和优良传统。习近平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锚定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提供有力制度保障。习近平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要从现实需要出发，从最紧迫的事情抓起。其他领域改革也要聚焦全局性、战略性问题，谋划改革举措，实现纲举目张。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要从人民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改革，使改革能够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改革无论怎么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根本的东西绝对不能动摇。同时要敢于创新，把该改的、能改的改好、改到位，看准了就坚定不移抓。进入台海观察，震慑台独分裂势力，解放军再次亮剑。5月23号到24号，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区海陆空火箭军等兵力在台岛周边展开联合利剑 2024A 演习，重点演练联合海空战备警巡、联合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联合精打要害目标等科目，检验战区部队联合作战实战能力。今天7时45分开始，东部战区在台湾海峡、台岛北部、南部、东部及金门岛、马祖岛、乌丘屿、东引岛周边开展联合演训。在今天的演习中，东部战区空军出动数十架次战机，成体系实施环台岛战巡、绕外岛巡航。抵达任务空域后，各型战机依托联合情报支撑，灵活采取各类战术动作，抵近台岛周边战巡。
在陆军和火箭军的支援掩护下，多机型编组满挂实弹，飞赴预定空域，建立多个打击阵位，协同驱护舰、导弹快艇模拟打击敌高价值军事目标和侦巡舰机。东部战区强调，演习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谋独行径的有力惩戒，对外部势力干涉挑衅的严重警告。中国台湾937舰，这里是中国管辖海域，我在此执行战备警巡任务，已无权干涉。台独分裂是对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你们不要为台独卖命，以武拒统只有死路一条。如果你们执迷不悟，甚至干扰我行动，我将采取惩戒措施，坚决维护台海安全。与此同时，东部战区还公布了联合利剑 2024A 演习区域示意图。从具体演习区域来看，台湾岛北部演练重在威慑台北政治、军事重要目标；台湾岛南部演练则痛击台独大本营，并通过掐住高雄港这个台湾海上门户，打击台湾对外贸易，以及将台当局海军困在港内。在台湾岛东部进行演练，是为了阻断3条线：一是阻断台湾能源进口的生命线；二是阻断台独势力想要逃避制裁向外逃窜的逃跑线；三是阻断美国及其盟友向台独势力提供援助的支援线。而针对金门、乌丘等岛屿的演习，分析称，此举意在切断他们与台湾岛之间的联系。针对中方开展的军事演习，有美方官员表达了所谓的担忧。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天表示，联合演训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惩戒对台独的分裂势力，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完全正当必要。台独分裂势力每兴风作浪一次，中国和国际社会捍卫一个中国原则的力度就会加大一分。我们敦促美方停止纵容支持台独势力，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任何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都必将遭到中方坚决有力回击。联合利剑演习进行的同时，剑指台独分裂势力的武器装备也已经就位。今天，东部战区以繁体字的形式发布组合海报《粤海杀器》，共有6款武器，分别是踹门神器歼20隐身战机、炸弹卡车歼16战机、中华神盾052D 导弹驱逐舰、登陆猛将071型综合登陆舰，还有东风导弹以及量大管堡的远程火箭炮系统。相关话题，我们在上海演播室请到了特约评论员王强，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张华也将在线参与我们的讨论。先问一下王强，相比联合利剑2023今年的演习时间只有2天，但是呢，它的这范围比较大，为什么会这么安排？我想呢，就是经过多年军事斗争的准备，我们对台湾地区使用军事力量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呢，已经有了更加成熟的这种准备，而且呢，也有了新的一个斗争思路。这次演训最大的看点和以往相比较起来，以往可能更加注重一个对台军事斗争的态势塑造的问题，但是这一次呢，是一个真打实备的动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演习的区域，还是在演习的这个兵役斗争使用部署以及战法的这个使用上，都跟以前有较大的突破。特别是在地区的使用上，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包括台湾本岛以及台湾所谓的离外岛在内的所有地区，都是我们演习的一个范围，这一点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特别是台湾关注一些离外岛地区，比如像金门、马祖、乌丘，甚至包括兰屿，甚至包括绿岛这些方向，都有我们演习兵力的突袭。也就是说呢，这次演习更加注重的是一揽子解决这个祖国统一的问题，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在注重一个过台海中线、近24海里、飞越台湾本岛这样的一个态势塑造的过程。我觉得这是演习本身最大的一个亮点，突破非常大。同时呢，在这次演习当中，我们也注意到东部战区发言人特别强调的一个岛链内外的一个一体联动的这样一个动作。对，它怎么样体现在这次的演习的安排当中？一体联动，我个人觉得呢，其实就是一个一方面是惩戒台独势力，另外一方面也是对域外干涉势力的一次严重警告。所谓岛链的内外联动，一个方面呢，就指的是我们的海空兵力在这里是战巡、警巡一体，同时呢，我们的远程打击火力呢也精确的瞄准有关方向可能来介入的外部势力，特别是在我们的东南部地区的这个演习兵的组织，很明显具有一个斩断作用。因为这个方向呢是巴士海峡，也就是外军进出太平洋和南中国海的一个重要的水道，同时呢也是台湾岛上台独势力最后在决战之后逃离台湾本岛可能的一条路径。因此通过这样的演习地域的部署，其实就是起到了一个斩断双方勾连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意图。我觉得这个态势是非常明显的。对，我们刚才还提到了今天东部战区还公布了粤海杀器当中的6款武器装备，在您看来这6款武器装备对于
震慑台独势力或者说域外势力方面能起发挥怎样的作用？您刚才在介绍背景情况的时候，我注意到特别提到了一个是用繁体字这个解读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我个人觉得呢，这个信息释放的是非常精准的，因为繁体字本身是台湾地区这个人民群众使用的这样的一种文字，这就是向台湾本岛，特别是台独势力提出了一个严重警告。这6款武器装备，我也注意到呢，在我们东部战区的这个宣传画栏里面特别分成了3大类，第一类就是叫这个常见剑指台独。重点体现的是我们空军航空兵的2款兵器，就是歼20飞机和我们歼16飞机，由它俩呢构成一个空中作战力量体系，实施空中进攻战役，破击对方的整体的一个作战体系。这种剑是带剑刃的，所以它是一种切削兵器。第2种剑是金属旁一个间隔的间，这是一种钝击兵器。用靠它的重量对敌方实施猛烈的打击，主要体现的是2款武器装备，一个是052D 的导弹驱逐舰，另外是一个071的综合登陆舰。052D 主要参加的制海权那个争夺，同时呢也可以使用舰载火力对陆上目标实施远程坚决打击。071综合登陆舰它的作用就不用说了，既是使用这个2栖登陆兵器实施泛水边波的陆上突击，同时呢它是能够搭载直升机的，也就是说也可以使用登陆兵的垂直登陆方式进行联合登陆作战，夺取潜进纵深的任何重要目标，为下一步的后续作战行动打开一个登陆场。第3款武器装备叫箭雨，箭雨的箭我们知道是依托弓和弩的一种远射兵器，刚好体现的是我们火箭军的战役战术导弹和我们陆军部队的新型远程箱型火箭炮。这2款武器在2002年的演习当中其实都有体现，展示了非常强大的精准火力打击能力。特别是您刚才介绍的时候，还有一个量大管饱这个词儿，其实呢就是在我们首波火力打击之后，如果再有后续的火力这个目标出现，继续可以实施压制性的这样打击。主持人。好，谢谢黄强，我们稍后再聊。其实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东部战区亮剑的同一天，中国海警局也紧急随后发布消息，福建海警当天组织舰艇编队在乌丘屿东引岛附近的海域开展综合执法演练。战斗警报！演练期间，福建海警舰艇编队重点开展识别查证、警告驱离、机动穿插、航路管制等科目训练，检验联合巡航、快速反应以及应急处置能力。本月以来，中国海警在金门附近的海域已经开展了多次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而这次是我海警舰艇第一次进入乌丘屿东引岛的所谓限制水域，执行行动的范围再度扩大。此外，这次还是中国海上执法力量与东部战区各军兵种在台湾海峡的第一次同框，凸显了军警协同的升级和拓展。乌丘屿和东引岛紧贴大陆，看至台湾海峡交通要道，地理位置重要，台当局一直试图将其推上对抗大陆的第一线。此次福建海警和东部战区的协同配合，可以说是用实际行动粉碎了台当局所谓封锁闽江口、夺取制海权的妄想。位于闽江入海口东北方向的东引岛与福州市隔海相望，是台当局监控大陆海警船和军舰在附近海域活动的重要据点。岛上建有导弹发射基地和雷达基地。与东引岛情况类似，乌丘屿也是一座距离大陆不远的所谓军事壁垒。2座岛上驻扎的台当局军事人员曾多次举行反登陆作战操演和对海实弹射击训练，针对性不言自明。正因如此，中国海警在发布相关信息时，没有使用此前屡次使用的执法巡查这一说法，而是换上了综合执法演练这一新表述。根据示意图，此次福建海警14606编队在乌丘屿周边绕航，离大乌丘岛最近时仅有 2.8 海里。福建海警14607编队离东引岛最近时仅有 3.1 海里，有力粉碎了台当局所谓的限制水域一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执法巡查，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应对一切突发情况，不辱使命，不负重托。东部战区和福建海警的演习演练行动同步进行，带来怎样的震慑效果？又在岛内激发了怎样的反响？来看台湾地区特约评论员赖月谦的观察。赖清德当局他们故作镇定，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们很焦虑、很紧张。台湾的舆论都很清楚的知道，这次解放军就是针对赖清德来的，并不是对于广大的台湾的民众，而是针对于台独。所以台湾的舆论界通常都认为赖清德这样的一个台独的自白，引爆了两岸之间的关系的紧张。他的520的演说，造成了台湾53%到56%以上的民众
认为赖清德的演说是不对的，他处理不了两岸的问题，认为能够处理两岸问题的只剩下3成多，比他原来的4成多还少。这代表什么？代表台湾的民众对赖清德的520的演说是不以为然，所以普遍的民众都认为赖清德不应该这样挑衅大陆，而且应该要想办法要修补两岸之间的关系。可是看起来一开始就走错了。好，我们再次请出王强。王强，就是我们看见这次刚才谈到这个东部战区和福建海警这个联合作战，这个深意在哪里？我觉得呢，这里面释放了2个非常明确清晰的信号。第一个呢，就是党在新时代关于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强调一个历史定位，是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当中实现祖国统一。这就要求我们所有的手段使用不是单一使用的，必须要各个手段全力配合起来，政治、经济、军事方方面面全部配合到位。与此同时呢，在这个总体方略当中，我们强调军事手段是战略保底的，是一个战略支撑的作用，因此是以军事手段为先导，其他手段密切配合的。这一次海警作为一支执法力量和我们军事斗争的主战力量紧密配合在一起，其实体现的就是我们总体方略当中讲的一个在历史定位当中实现这个祖国统一的历史定位。第二一个就是释放一个非常明确的政治警告的信号，因为我们知道，在520的讲话当中，赖清德是拒绝承认9·2共识和一个中国的，他讲的是两岸就是这样一个分隔这样的思想。但是我们这次使用海警力量在相关的一些岛屿周边进行执法巡查的这样一个演练活动，明确告诉他根本不存在两岸主权分割的这样情况，两岸同属中国、同属一个中国的这种历史定位是不可动摇的。这是对台独分子一个最为明确的一个警告，特别是在这次我们海警部队进行前出演训的过程当中，是伴随着海军在这个相关海域的一个配合动作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动则已，一动肯定是雷霆万钧之势的海警，所有海上力量的一个密切配合，所有政治、经济、军事手段那个多管齐下，解决台湾问题。另外，从技术上来看，这次福建海警演训的选择的这个点位啊、进入方式和航迹线的这个设计来看，有哪些可以解读的地方？我觉得就是一个明确的敲打信号，非常那个清晰的敲打信号。在航迹的我们最后公布这个演训图的时候，是用黄色的箭头、黄色的线清晰画出一个箭头来。这个箭头呢，剑指的就是台独分裂势力，就指的是台独这种分裂图谋。另外一方面嘛，所有这样包括乌丘、包括我们这个东引岛这样的一个支持，它其实呢就是一个显示我们灵活执法的这样一个特点。我们问一下在北京的张华，张华，这个有分析说，这次东部战区和福建海警的协同行动是在原本金门模式的基础上的迭代，你怎么看？未来呢，针对不同海域的不同的情况，金门模式如何进一步的优化升级，形成机制完备的台海模式？所谓的金门模式指的是今年2月14号发生这个金门的恶性状况事件之后，台湾方面错误的处理方式，招致我们中国大陆采取这种第一个层面就是刚才前面提到的用海警的方式，然后来不断的这个进入到台湾地区所谓的这个禁限制水域里面，这是用海警的方式，当然背后肯定有海军的这样一个支持。另一个层面就是刚才也提到了，进入到了台湾单方面划设的所谓的禁限制水域，这是台湾方面单方面非法划设的，我们中国大陆绝对不承认，这也就是所谓的金门方式。那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环台或者说绕台这样一个军演当中，实际上我们已经把这样一个所谓的金门模式复制到了刚才提到的乌丘啊等各个地方。那这样一个复制的方式，是不是就成为说这个金门模式要不断的升级、不断的迭代？我并不这么认为。首先在于说，我们来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分台湾的哪一个地方。无论是台湾、金门、马祖还是乌丘，都是我们中国的领土。这样一个目标是绝对不存在任何迭代的问题。第二个层面，那所谓的方式，我们知道现在两岸是在斗争，斗争那就讲究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我们不会说把一种模式复制到任何一个地区来进行所谓的对台斗争。好，谢谢张华，我们稍后再来。何洁，其实这2天的这个军演是近2年来规模相对比较大的一次。但是更重要的是，这是赖清德520讲话之后的第一次。我们来看一下台湾岛内目前的一个动态。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呢，持续引发各界不满和批判。在岛内，台湾的 TVBS 电视台20号当天就发布了一份民调，显示有超过50%的台湾民众对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没有信心。台湾的媒体人士也认为赖清德与美西方等外部势力勾结，谋独挑衅，使得在美国选举2党之争的当下，让台湾人民再次沦为了美
国打台湾牌、搞以台制华的牺牲品。台湾新党的副发言人也表示赖清德的言论罔顾法理和历史事实，对两岸关系进行包藏祸心的乱解读，其言论当中的错误表述以及对历史的篡改，无法说服2300万台湾民众以及14亿大陆同胞。中方表示对台独分裂势力谋独行径予以有力惩戒，对外部势力干涉挑衅予以严重警告，完全正当必要。近期一系列针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的反制措施也在密集的展开。在今天下午的商务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何亚东回应称，波音防务等公司屡次对台销售进攻性武器，中方将其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并采取相关处理措施，是依法采取的正常执法行为。波音防务空间与安全集团、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屡次对台销售导弹、军用无人机、坦克等进攻性武器，以此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势力，严重损害中国国家安全。本月20号，商务部连发2条公告，将3家参与对台军售的美国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对美国持续武装台湾以及台当局以美谋独发出明确警告。外交部在昨天也宣布，对12家美军工企业采取反制措施，冻结其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同时，对10名美军工企业高级管理人员采取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的反制措施。被反制的12家美军工企业中，半数分别隶属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技术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这3家美国军工企业巨头。像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其制造的新型 F-16战机及配套红外搜索追踪系统就将被美国政府交付给台军。今年2月，美国国防部还发布公告，已与雷神公司签署一笔金额达6842万美元的合同，为台湾生产50枚滑翔炸弹。此外，美国国会前议员加拉格尔也因多次窜台、频繁插手中国台湾问题，近期被中方制裁。好，我们继续来连线张华。大陆一系列反制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的干涉，它起到了怎样的震慑作用？另外呢，大陆不会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余地。如果台独方一意孤行、铤而走险的话，大陆也会断然出手。所以您未来怎么看大陆如何以更大的决心、力度、行动来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嘿，张华，好，张华。好，可能因为信号的关系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连线上张华。好的，现在正在直播的是今晚，稍后您将会看到1945年来第一次英国首相宣布提前大选，支持率大幅落后，经济复苏缓慢，苏纳克豪赌大选，究竟胜算几何？好，接下来这一节进入全球眼。当地时间的5月22号，英国首相苏纳克突然宣布，英国将于7月4号举行大选。苏纳克当天冒雨在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门前发表讲话，说他当天早些时候向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请求5月30号解散议会，得到了国王的批准。那根据规定，解散议会就可以提前大选，这也将是英国从1945年以来第一次在7月份举行大选。苏纳克在讲话当中对他上任以来在经济、移民、教育等领域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并且表示执政党保守党将会通过明确的计划和大胆的行动为英国带来安全的未来。那外界呢此前普遍预期英国将会在今年秋季进行5年1次的大选。那在保守党与工党支持率相差悬殊的情况之下，苏纳克宣布提前举行大选，也许正在进行一场豪赌。自2010年起，保守党连续执政14年，当中却频繁更换首相。而苏纳克自2022年10月接任首相以来，反对党工党对保守党的支持率长期保持2位数的领先。最新民调显示，截至本月16号，保守党支持率仅为20%，工党支持率为47%。而在本月的英国地方选举中，保守党遭遇了40年未遇的惨败，近半数参选议员落选，工党时隔14年后重新上台执政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分析指出，民调数据落后，加上保守党面临不利形势，
苏纳克提前举行选举，意在为保守党尽量争取先机，缩小与工党的差距。英国今年第一季度经济环比增长0.6%，超出市场预期。日前出炉的4月 CPI 数据回落至2.3%，为3年来最低水平，更让苏纳克有了底气。We have got inflation down from 11% to 2%. We have delivered on my first priority to drive inflation back to normal. 还有分析认为，苏纳克突然宣布提前大选，也迫使工党仓促应战。不过，在近期不断敦促苏纳克尽快举行大选的工党看来，这也许正中下怀。Tonight, the Prime Minister has finally announced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a moment the country needs and has been waiting for.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连云港鬼称事件的最新进展。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向江苏省市场监管局发出了挂牌督办函，对连云港市海州区海鲜蔬菜直销市场鬼称事件查处实行挂牌督办。近日，网络博主狂飙兄弟在这个市场购买海鲜的时候遭遇缺斤少两，并且还被抢夺手机。5月19号，海州区发布通报，对涉事的商户、市场主办方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以罚款，5名市场主办方工作人员被行政拘留。进入世界会客厅，今年的5月8号是可口可乐公司的138周年纪念日。从1979年第一批3000箱可口可乐运抵中国，到今天累计在华投资超过130亿美元，深耕中国市场40余年，这家100年品牌重视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并结合消费市场的需求，调整研发、投资、生产等战略，加强与中国消费者群体之间的连接，为消费市场注入新的活力。接下来对话可口可乐中国及蒙古区的总裁吉路克，揭秘在华40年成功的神秘配方。Some good luck as well, since Shanghai is been on a roll, a lot of wins. Personally, absolutely love living here in Shanghai and connecting with the French community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a whole. I'm trying to bring over my friends from France for them to actually come and take a look at China from my lens and taking them to this wonderful place. You've seen the change of the industry and the growth of the industry and the growth of your company here in China. So first tell us, in your perspective, how successful is your company in terms of its Chinese operation? Well, the China market, first of all, is very, very important for us. It's the third market in volume for the Coca-Cola company. It's also a market where we've been operating here for a long time as well. We started to ship the first cases of Coca-Cola back in 1979, and we've opened our first plant in Beijing with our partner COFCO in 1981. So we are one of the first American companies to come back and do business here. So it's gone through different phases throughout the history that we've been having here, and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Over the 40 plus years, things have changed dramatically, and people's habits, people's way of consumption have already changed. You've seen the change of consumption habits in China. Tell us a little bit about that. What we are really trying to do is get that right balance in our portfolio to have some iconic beverages like our flagship brand Coca-Cola, and then evolve over time in the categories that we are operating in to really cater to the needs of the Chinese consumers. But you have different trends. I was reading, going back a little bit into social media a couple of years ago, consumer trends that was in the morning, consumers will consume coffee, and at night they will consume alcohol, so it was the C and the A. I believe that now coffee still is there in the morning occasion, but we see the tea consumption throughout the day and at night in particular just dialing up throughout generations as well. Not only slightly older generation, but also the Gen Z generation is also very keen on getting tea. We play in coffee with our brand Costa, and in tea we have two brands that we are very pleased about.
authentic tea house in particular, and cold brewed tea that is resonating well with our Chinese consumers. So we have got to be close and take the pulse of the Chinese consumers to stay relevant. Mm-hmm. I believe the dedication to produce products of high quality, and also your attention on details, as you just mentioned, and also the versatility, maybe are the key reasons for the success of your company here in China. Am I right? In fact, we're going to celebrate our 138th anniversary on May 8th. So we are 138 years young, and we are looking for the 130 next years of our history. To me, the secret formula is probably twofold. But one is our portfolio and our attention to detail,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attention to that customer obsession that we have to cater to the needs, cater to the trends, and get in front of the consumers really high quality products that they want and they can trust really well. So even in our flagship Coca-Cola in China, you can find a strawberry Coke. You can find Coca-Cola with fiber, which is completely unique to this place to digest well and to go well with the different styles of cooking. We can also, for sure, find a Coca-Cola no sugar. The second part is, yes, we have a large network of employees and associates in China, 99% local, almost 100% of all our sourcing is local as well. So our people, our secret formula, our portfolio, I think that combination makes it very, very special.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really focus on those three areas and three pillars of our growth. Yes, I believe in China you have many of those trustworthy partners, and they also contribute to the success of your company. Tell us, how do you collaborate with your partners, especially bottling partners, I believe? Yes, so we have a franchise system throughout the world. That is the system that got us the reach that we have on those 200 markets. Our partnership are twofold here in China. We have a partner that is the COFCO company, and we partner with Swire Coca-Cola. Also, that relationship is really important for us. Why? Because it enables us to craft visions and strategies long-term together. It's really about our future here in China and how we can stay close to the Chinese consumers. And then it enables us to have global insights, global opportunities from the global portfolio that the Coca-Cola company could bring, as well as very deep local insights. And I also noticed that your company is also fully aware of its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paying a lot of attention to sustainability. It'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visions and principles of your company. So why do your company, especially the Chinese unit of your company, pay so much attention to sustainability? We deliver our best to our customers, but what really makes us cater to the needs of the companies is our global vision and mission, which is to refresh the world and make a difference. And that second part of making a difference is very, very critical to us. If you think about the long-term partnership that you want to have and the commitment you want to have in a market, it is about giving back to the community. So in China, we are very, very keen on that. We have different projects that we are putting in place. Because of the nature of our industry, the number one priority for us is to make sure that we give back the water that we take to manufacture our drinks. The second one is the packaging that we have and making sure that the packaging ideally stays in a closed loop. And then the last one is, unfortunately, in every given market you have sometimes issues like earthquakes or like natural disasters. We want to give back as well when people are in need. Water is critical in the first couple of hours of those type of disasters. So we are trying to improve the way that we give back very, very quickly. And we've been doing that hundreds and hundreds of times throughout our history here in China to just help people in need in the critical hours of those disasters. Shanghai is building itself into a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of great international sporting events. And I know your company also has a product line of sports drinks.
So how would you like to, maybe you have a plan to utilize the city's resources for hosting great international sports events with the products that you have? So we were one of the first major sponsors of the Olympic Games, and we've kept that partnership for a long time. We are getting into some sports event. We are doing in two different ways. We sometimes sponsor a whole event. Mm-hmm. We sometimes sponsor teams or individual athletes. And more importantly, we want to be there as you know, where our beverage can be available for people to refresh with also a wide variety of drinks and sports drinks as well. So as a Frenchman, and also as a manager of a multinational company in China, how do you would like to utilize your nationality and in your personal role as a Frenchman, and also the French the Summer Olympics, to utilize all those great events to promote the friendship between French people and China, and also to promote your company here in the country? I really want to humbly try to play a role to connect people, because when you connect people, that's when the magic happens. I personally absolutely love living here in Shanghai and connecting with the French community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a whole. So I'm trying to play my part as well. I'm trying to bring over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my friends from France for them to actually come and take a look at China from my lens, and taking them to this wonderful place. Especially in this year of the Olympics, we are taking quite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our customers and our partners in France to show them the Olympics, to show them France, to show them the people.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what connects the world is the relationship within the people. So I am hoping that personally I can play part of that. And I know that from a Coca-Cola company standpoint and a multinational company standpoint, the ties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are actually paramount. Keeping th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open, that is absolutely key. So with all those efforts, with all those things done, you carry high hopes for the prospect of your company, for the continuation of your business here in China? The growth is still there. There is tremendous growth and tremendous opportunities in China. And so we are absolutely committed to staying for the long term, making what's right for the consumers, and competing, because it's also a very challenging place with very, very strong and very good local players. All right. Thank you so much, Mr. Leclerc. It's been really instructive.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Jason. Thanks for having me. It's a privilege. Thank you. 好，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春节晚安，再见。再见。